欢迎来到默克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历史和文化。历史跟文化呢，其实是两回事情。历史是历史，文化是文化。历史是人创造的，文化其实不是人创造的，是神赋予的。人是创造不出文化的，历史也产生不了文化。或许大家不会接受这个观点，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。先谈一下历史。如果你只有一天的记忆，你会做什么？那就是把今天所做的事情，你是谁都记录下来。到了明天你失忆了，然后去翻开你的记录本，看看以前做了什么事情，或者你是谁。虽然人不会有一天的记忆，但人最多只有100年的记忆。100年之后，只要你还要做人，你的灵魂还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那你就会失忆。所以历史就是一本记忆本，就是一本回忆录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历史没有多大的功能，它也不会产生什么文化，它就是记录了一些你所做的事情。所以历史讲起来也非常简单。为什么历史不能创造文化，也不能产生文化？那文化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谈一下人创造的那些文化，所谓的文化。比如说公司的文化是人创造的，那公司的文化它是怎么创造的呢？是谁创造的？那就是由公司的创始人来创造的，不是由后面的员工来创造的。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，先是确立文化，然后再去创建公司，组织人员，吸引人员。而文化为什么先要创建？因为公司只是一个载体，你要知道这个公司要做什么事情，这个公司秉承着哪种文化理念，怎么执行，怎么实现，要哪些人志同道合的人过来。其实这些都需要你先前的制定的文化才能给你相符合的答案。所以文化在先，要去招揽志同道合的人，也要靠你的文化理念。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先前的定的文化理念，你怎么知道哪些人是跟你志同道合呢？那其实公司有一套建立文化的系统，叫 CI 企业形象识别系统。其中第一就是 MI 企业文化理念系统，第二个系统是 BI 就是行为系统，就是你这个公司的行为怎么规范。还有就是 VR 系统，视觉系统。而 BI 跟 VI 其实都是要根据 MI 的文化理念作为核心的，所以创建公司之前的文化其实已经确定了。公司的这套文化建立系统是哪里借鉴过来的呢？其实是从国家也有这么一套系统，它也有文化理念，也有行为标准，像宪法或者法律，也有形象识别，就像国徽，也有颜色的统一，国旗啊什么的。那这一套系统哪里借鉴过来的？那就是宗教。宗教就是这么一套系统，而宗教就是从神那里传过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在创建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已经把这个世界的文化已经确立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由神来创建的。当然为什么后来人为什么还要去创建，那就是牵涉到人的无知。当然说到无知大家又那我们先慢慢的说下去。那为什么人创立的文化就不能算文化呢？因为文化是生命的一种智慧的结晶，这才能称之为文化。我们来看看人创造的这些文化，比如公司、国家、宗教。宗教也是人创建的，其实神从来没有创建过宗教，是神的弟子在神走了之后，为了弘扬神的文化而创立的宗教。当然我说的宗教是一些正派宗教，而不是一些邪教。所以宗教也是人创立的。有一句话比较流行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人总是分分合合的，这也是从历史里面总结过来的。就是说人创建的文化都不是那么的长久，都会在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了，然后有新的文化，合的时候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团体，然后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，然后一会儿也就分了。为什么分？是因为你创立的那个文化，那个团体根本融不进这个世界的文化，所以人是创不了文化。创建的那些文化只能算一段历史，并不是文化。这个世界的文化是跟这个世界、这个天地同在的，并不是像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创建的那些文化一会儿就没了，分分合合的，不会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的。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分过，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，人从来没有把它改变过。人改变的只是自己，改变的、颠覆的只是自己创建的那些团体、组织、那些文化，但是世界从来没有被人改变过。就算你觉得自己改变了，那也是短暂的。这个世界上人类文明不止我们这一次，
有好几次了，他们改变世界了吗？每一次文明都觉得自己改变了世界，但是当这些文明因为自己的自大、堕落、毁灭之后，世界还是恢复了自己的那个世界，神造的那个世界，一点都没有变样。所以创界的文化只不过是人自以为是的那种文化，它并不是一种生命的智慧的结晶。人创造的只是一段一段的历史。许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，研究到最后都得出了同样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万恶的历史，我们人类是万恶的，而这个世界也是万恶的。通过研究历史得出这么一个结论。那为什么会万恶呢？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万恶的。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就创造了一个万恶的世界，创造了我们这么一个万恶的身体，人的身体有七情六欲，无尽的欲望，无法满足的欲望。神就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，这么一片天地，这么一个人的身体。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个世界？是为了救赎我们堕落的灵魂。我们本来也是神，所以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，本来就是神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本来是神，但是现在我们堕落了，变成为人，已经不是神了。所以神造的这个世界，万恶的世界，造了我们这个万恶的身体，是给了我们那个万恶的灵魂一个载体，让我们那个堕落的灵魂跟这个万恶的身体相结合。结合的目的是让这个身体把你灵魂那一份罪恶从这个身体反映出来。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你灵魂罪恶的一面镜子，把你的罪恶给体现出来，从而让你的灵魂跟这个身体去承受那份罪恶带来的后果。这就是因果报应。所以这个世界有因果循环，因果循环让你明白这份罪恶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从而让你知道你自己灵魂的堕落，从而让你自己能够觉醒，让你自己救赎自己的灵魂，净化自己的灵魂，重新回到神的世界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了这么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他创造的这些罪恶其实就是给你的一份磨练，给你的一份考验，让你的灵魂得到磨练和考验，最后让你能够净化自己。这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万恶的，而恶就是这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是善。这份善是来自你灵魂的本来。你的灵魂虽然堕落了，但是还有一份善念在里面。这也是为什么神愿意出手拯救我们这个罪恶灵魂的原因，因为你的灵魂还没有完全的堕落。虽然给了人这么一个世界，这么一个救赎的世界，虽然它是罪恶的，但是同时也给予了每一个生命尊严和独立自主选择的权利。这是天赋人权，就是许多民族国家说的天赋人权。人的权利是神授予的，其实并不是神来授予人的权利，是尊重每个生命的独立性，并不是授予。因为我们每个生命本来就是独立的，我们人的灵魂更加是尊贵的，因为我们原来跟他们是在同一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，每一个人都是佛。但我们现在堕落了，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自己去感悟自己的灵魂，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你错了，应该怎么做？他没有这么说，而恰恰其实他造的这个人不光是万恶，而且是无知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当中，如果有人犯罪了，我们也会认为他们不适合在我们正常人的社会里面，因为觉得他们会危害我们，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关进监狱。但是在我们人的世界把他关进监狱，其实这种监狱就像我们现在神给我们造的这个世界，只是神给我们造的这个世界大得多，自由得多。但关进监狱，我们是剥夺了他的自由权的，也选择权都没有。这是人跟神的差别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关进去的罪人他是知道一些规则的，他知道这里边监狱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一个回事。不像我们人现在在这个世界是无知的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形成怎么样的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当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，你就容易钻空子，就会研究里面的法则。肖申克的救赎里面，像那个老头就是一天到晚在琢磨怎么跟面试官交流，能够让他们提早释放，但是一次一次的不成功。到最后面试官问他
你还想出去吗？他觉得自己出不出去已经无所谓了。那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人已经救赎了，他已经不会再犯罪了，所以把他放了。但是在之前，他一直在琢磨怎么去骗，因为人会耍小聪明，就是这一点。所以神不会让你知道，让你自己去感悟自己的灵魂，让你这个人的身体是无知的。只有当你把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份善念激发出来，你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。用你的灵魂去感知这个世界，你会比用这个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清楚得多，看得更加的清楚。但是当你灵魂的善念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时候，你跟这个身体为一体的时候，在作恶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你是无法利用你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小聪明去突破这个世界的规则的，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你用这个五官，不管你用你的眼睛，用你的鼻子，你的五官去感知这个世界是非常有限的。而现在我们科学里面也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人对这个世界只能了解4%，还有23%是暗物质，73%是暗能量。什么叫暗？就是知道它存在，但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神给你制造的一条障碍，你是无法突破的。唯独你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珍贵，灵魂的珍贵跟灵魂的善的一面，你才能对这个世界有所突破。这就是神给我们造的这个世界，给我们造的人的这个身体。所以许多人一直说人为什么这么无知，人为什么这么恶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世界神造的时候就是这么恶，恶就是这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，而世界文化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善，是我们自己灵魂带来的。我们灵魂本来就是善的，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，我们灵魂本来是有善，只是现在我们堕落了。所以这个世界是由善恶组成的，所以有阴阳，所以这个世界善恶同在。善就是我们的灵魂善的一面，灵魂堕落的一面跟我们这个万恶的身体组成的一个恶。所以在你没有把自己灵魂善的一面激发出来的时候，醒悟过来的时候，你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做的事情都是伪恶的，而恰恰历史记录的都是一些伪恶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人无知又万恶的时候，你就会想着改变世界，因为无知你就有力量，不是知识就是力量，无知就是力量，你就想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许多人改到后来都觉得自己都是白做一场空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你的，除了你的灵魂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你的。你再做的再多，这个世界都不是你的，你连一粒土都带不走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，是神造的，不是你的。你只会在这里面忏悔自己的罪过，忏悔自己的灵魂的罪过。当你无知的时候，你就会改变世界。所以历史记录的都是一些大事件，改变世界的大事件，记录的这些枭雄都是成功人士的事情。历史就是这样。当你发觉了自己善念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改变世界了，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已经明白了这个世界不是你的，然后你也明白了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救赎自己的灵魂，而不是去改变世界啊，证明自己啊，或者在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等等等等的。当你开始救赎自己的灵魂的时候，虽然你也会做善事，但是这个世界的历史不会记录你的善事。那时候不会像无知的那时候，我要做大善，小善我不做。其实当你真正在救赎自己，融入这个世界的神创造的文化的时候，你做的都是小善，而恰恰历史不会记录这些小善。其实那时候你也不需要让历史来记住你，而当你自己的灵魂真正得到净化，没有一点恶念的时候，达到至善的时候，你已经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时候你也不想让历史来记录你。一个罪犯，当他离开监狱的时候，他连一根毛都不想留在那个监狱里面。当你达到至善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人类的历史记录不记录你，真的我可以说你都不愿意去被它记录。所以历史只会记录人无知又万恶的时候的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改变世界，成为枭雄，成为成功者，成为精英人士。你创办了一个伟大的公司，造福人类，给更多的人吃饭，
其实人无法改变世界，也无法改变他人，你没有能力去救赎别人，因为那时候你自己都是有罪之身，怎么去救赎别人呢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救赎自己。或许可以做的就是在救赎自己的过程当中，给那些无知的人，还没有认知到自己灵魂一面，认知到自己的罪过的人，做一个榜样，让他们看到有信仰的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仅此而已。你根本无法去救赎别人，每一个人能救赎自己的只有自己。神给了我们一个身体，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敌人，所以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自己这个万恶的身体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要做的事，就是救赎自己的灵魂，战胜这个万恶的身体，看你是否能够克制这个身体的欲望，无尽的欲望，再同时救赎你自己的灵魂。如果你能把自己救赎了，回到你灵魂所在的那个世界去，这就是对神最大的回报。有人写了一本书，把人类的历史大总结了一下，这本书叫《厚黑学》，许多人都在看的，对吧？但是许多人都没有理解这本书的真正的内涵。人们比较关心的是它的3层境界，最感兴趣的是第3层。它第一层是心黑，人要做到心黑；第2层是心黑皮厚，对不对？第3层是由黑反白，就是当你成功了之后，获得成功了之后，让人觉得你是一个神，不让人去记住你那些心黑皮厚做的事情。其实第2层许多人都能做到，但是第3层恰恰第3层是无法做到的，没人做到。就算做到了，也只是你自以为做到了。就像在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，那些圣人，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，历史上的那些伟人，那些圣人，慢慢的都被拉下了神坛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历史是万恶的一个原因。所以第3层它是无法做到，只要你做到了第2层，你就不可能达到第3层。而这部厚黑学其实就是一本浓缩的历史，所以也告诉人，历史的作用就是记录了所有的恶事，告诉你这些恶事不要做。他说的第3层怎么达到第3层，就是厚黑学里面记录的所有事情都做过了，都失败了，你不要再去做了，你就能成功的达到第3层。其实也就是克服掉你自己人性恶的一面。这从这方面也说明了历史真的是万恶的，历史记录的都是人类的过错，做的恶事，犯下的大错。恰恰所有人把厚黑学捧成圣经，运用在商业里面，怎么去心黑皮厚获得成功。但是当你真正获得成功的时候，发现什么都不是你的，你想要的那份快乐，那份解脱还是一点都没有获得，你还是原来那个罪恶的你的灵魂还处在罪恶的煎熬当中。所以我觉得历史只是一种记事本，记录的一些恶事，告诉你以前你做了哪些事情，这些事情是不对的，就不要去做了。历史只不过是这样，它并不能产生文化，而所谓的人创造的那些一段段的文化，只是其中的一段历史而已，可能是一段辉煌的历史，而且是不能被推敲的一段历史，一段辉煌，经过时间的流逝就会被拉下神坛。文化是神创造的，与我们的这片天地同在，与这个世界同在，它是有了一种永恒性，它是神的一种智慧的结晶，它是神智慧的展现。所以人只能去融入神所创的文化，而不是自己另创一片文化，另创一片天地。只要你还是人，就必然有恶的一面，有恶的一面创造的文化必然是恶的文化，恶的文化那就不是智慧的结晶，总有一天会消失，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就是这么一个结果。所以这是我对历史跟文化的个人看法，只是拿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